那这样可以吗？请收看我的直播，谢谢各位。有可以看得到。好，反正总而言之我自己看不到，但是 anyway 也是还好啦。大家好，我是空米，我是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社群媒体舆论分析的部分。然后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我们要先因为要先缩限你的社群媒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你是主要是在 FB 上呢，Twitter 或者是在券上面，那当然也有可能会用在比如说探探啊，或者 Leaking 啊之类的东西里面。但这里这些东西其实对，还有可能是 IG 或者是TikTok 对，但是 TikTok 现在其实比较像是某些政党的工具。那也有可能你可能会用在呃会在 YouTube 上面靠北一些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消息讯息的来源，但是你看到、你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这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所谓的都是政党需要去关注的部分，尤其是在政党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的状态之下，你会用一些工具去收集这些情绪，跟去判断这些舆情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很很值得被收集的东西。但时代力量一直以来，他对于这方面的收集跟判读一直都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当然我中间也会跟大家讲一些例子，然后是比较最近而且大家吵得很凶的东西。我要下一页，你要跟我说，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怎么要下一页。你帮我下2页好吗？谢谢。好的。对，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舆情控制的好的话，你会碰到一些，就是你会有一些优势点，就比如说像是在品牌行销，我到底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做了会怎么样，我会心里有个底。可是目前我们这块做的是真的很差啦，我是讲真的。但这我觉得也无妨，可是问题是我们最差的点是在于说我们没办法及时的去回应所有的舆情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在关注这些事情。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在非选举的时候，你很难时时刻刻的关注，比如说社群媒体，因为你会花太多的力气在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帮助？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看就是应该是说我们要被蝴蝶帮我下一页。好的。以目前各政党的状况来说，其实很多都会把舆情分析会分成2种模式，一个是 AI，然后另外一个是人工。
那 AI 做法，就是比较有钱的政党，比如说国民党，对，国民党它的语情收集是来自 AI，然后民众党也是。那人工做法是谁？就是大家觉得很荒谬的，其实就是民进党是用人工做法。那时代力量呢？时代力量是两种都没有。那如果以 AI 来做这件事，会比较简单一点啊，但是就是应该也不能说简单，它会相对不需要那么多人力跟那么多的专业堆叠，但是那这东西其实就会牵扯到海鸥的专业，也不能说专业，海鸥跟嘉俊的专业，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其实就会讨论到自然语言处理的部分。那可是因为自然语言处理这种东西，其实直到目前，都还是个谜，因为即使像是，目前的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都一样的状态，他们对于 NLP 的部分，就自然语言处理的部分，其实都很难判断所谓的反讽语气，或者是很难判读出到底我们就是很难判读出语气，也很难做另外的办法去做判读。就是所谓的另外判读，就有点像是利用删去法判读的部分。那好，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用的工具比较多的应该都是中国方面的工具，比如说像是阿里、讯腾跟百度的工具。国众两党总是跟民意相对，国众两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用错的数据去分析错的东西，导致错的结果。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去影响 AI 是可以的哦，尤其是在语情分析上面，这些东西其实因为语情就是目前来说，好，我们就讲Boston NLP 它的来源，因为它比较算是到处乱搜的一个部分，它主要来源是用 Google， 然后所以它的讯息来源会很单一，而且再来就是它的 NLP 的部分，它会比较像人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讨论到这件事，就会讨论到 NLP 的部分，它会比较注重的点，因为如果以 NLP 来说的话，他们会很喜欢所谓的很重的语气，也就是说，你只有语气重到一个程度，他们才会被判读，被丢到所谓的可以判读的资讯内。那所以也就是说，很两极化的语气去讲这件事情，他会，我觉得用什么你们会比较听得懂？就比如说我们要罢免高虹安，高虹安很烂透了，这种语气其实是可以被判读的。可是，比如说像是，高虹安虽然要罢免，但是他也有好的地方啊。好，这种东西就会没办法被判读，所以它的分类就只剩下三分类而已。对，好，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走到人工收集的部分，但是
AI 收集其实就是在模拟人工收集，然后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会比较希望走向人工收集的部分。那好，用爬虫去做来源收集，其实我有跟嘉俊有讨论过这件事，到底可不可以做？对啊，对啊，都还在讨论当中，但是我只说有难度，就是以目前我们的钱跟时间都很难，然后高虹安真是优秀的球场掩埋大师，太棒了！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判读的语句的形态，因为比如说像哈工大的 NLP 的话，他会认为说这句话是相对中性的，因为它有负面跟有正面的东西，他就会觉得负得正或是正负得正之类的概念，它就会很难判读。但是人类就会知道到底是不是反讽。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其实 AI 是很容易被骗的东西，就是它是很容易被骗到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蓝白他们有些东西会很走向反方，就是因为他们的数据告诉他们，数据面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这样做，可是问题是实际面就是会走向反方。那还有另外的状态就是好，其实在这个判断当中，我们可以讲到人工判断的部分。人工判断其实因为它就是用人工收集的部分。那所谓人工收集，其实好，你们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 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上面会有一个 Research Facebook 的部分，其实你就可以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高虹安罢免，然后你就可以research 到一堆东西，然后你去找它的贴文的那一个部分，那你就可以找到一堆有用的资讯。然后有用的资讯呢，贴文并不是最有用的资讯，最有用的资讯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反馈的部分，也就是他们留言的部分是相对有用的部分。好，在这个留言反馈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我想想看要怎么办呢？我来想想要怎么好。我在会议室的聊天区里面，我有丢一个样板，你们可以拿这个样板来打开来看看。这是我下午做的部分，然后其实它分蛮多的部分，比如说像是当你把所有的格子拉到最左边，你就会看到，好，第一行就是你要填上 ID， 比如说蝴蝶的反馈是否做得很好啊？为什么要罢免？对，那对于情绪分类来说，这东西好，你就要先想一件事，你的原文会长什么样？原文可能是我赞同罢免高虹安，然后
你的啊，你看到留言是不做的很好啊，为什么要罢免？其实对于这件事来说，它就是个负面的回馈。那这个负面回馈，因为它的确有很负面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强度值，就是有多讨厌高，它接近是100%，就是会赞同罢免的部分，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0.95的分数，就是他只剩下他有没有时间罢免这件事的话，他就会有一个0.95的分数在那边。那好，其实它应该还会有一个正负分啦，但是问题是通常都不会去做正负分在情绪强度的部分，它会用另外一个叫做正负，就厌恶的程度，也就是说厌恶程度是-2到正2的部分去做判读，会比较准确一点啦。因为过往其实是只有0到1的情绪强度分，但是后来其实在近2年，它有多出一个所谓的正负分。正负分就是根据这个内容，他的情绪到底是厌恶还是非厌恶的状态。那好，备注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在做他的情绪的分类的部分。那好，后面的部分其实它很重要，也就是说，它能够算出你这个留言它的扩散程度跟它到底是不是真账号。然后通常都会用这些东西去做所谓的加权分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呢，你觉得重要吗？其实它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好做判断。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某几个我们讲叫做大声公，就造成你整个判读错误。那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罢免呢？我可以问问看大家觉得要不要罢免高虹安？小峰说要。那我要问蝴蝶，你觉得要不要罢免高虹安？我觉得浪费社会资源 ，sorry。好，那我要问，这边还有谁在新竹呢？新竹大雄要不要罢免高虹安？我没有意见。那好，我要问多明卡，你觉得要不要罢免？喂，等一下，我移动一下。看听起来好怪怪的。没有，我在我爸后面看电视啊。我想一下啊，爸从那个什么 justice 的原则来说，应该要罢，就这样。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纯粹用社群媒体去做舆情判读的话，答案是要罢，但是，它会不会成呢？不会成。对，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在社群媒体当中，民进党的声量一直都大于国民党跟民众党，我讲大于，除了民众党耍白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声量大起来，但是他们除了耍白痴以外，其实他们的声量都很低，而且他们的声量基本上都是假的。何谓假的呢？它就是，如果你真的去分类的话，它就会很常出现那种
只有15个好友的账号说啊，我要支持安安啊，就是很正面的东西。这也是因为，那这个东西只有15个好友，你的扩散顶多就是30个人，而且这15个好友可能你有超过一半都是同一区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扩散是没办法扩散到外面去的。所以跟民进党的那一群义勇军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那一个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啊，这是 PageMaker 啊的演算法，这就是啊，对啊，这没错啊，因为 Facebook 其实最近在搞这件事啊，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在做这件事，如果用来人工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人对于负面情绪是非常的敏感的动物。我们在看一堆留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负面情绪的字眼，它就很容易被推到上面来，就是因为说，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他们就是想要利用这种东西去炒作他们的社群热度，也就是说他们在故意找架吵。那好，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是超过500个好友，然后而且他就是突然就靠邀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文的扩散程度会超级大。所以你就会变成啊，我就会真的变成他靠腰口中的这种人，这就是四叉猫他们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要想办法引起所谓的纠纷，他们才会有声量。所以民众党一直在做所谓的网络流量的部分，其实他们也是在想办法去做这件事，但我只能说做得很好，不要再做了。对，就是做得很好，但是不要再做了，因为做了没有用，因为全部都在同温层里面流动，你根本没有办法到异温层，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讲说，时代力量一直很欠缺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言论都是在同温层内的言论，而且它并没有办法扩散到异温层。所有小党都是同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个蝴蝶，可是蝴蝶的所有朋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时代力量的里面，也就是说，它扩散也是在时代力量内扩散，它并没有移到时代力量外。对，然后可是民进党的部分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的确能够流到异温层的部分，但是问题是，也是一样，就是因为言语上偏激，所以他们很容易也是会回到后的同温层里面。对，那好，这里面又会影响到你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呢？它其实是很有效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整理，比如说我们整理了那一张 Excel 表里以后，你就会发现，好，我可以从哪些地方判读？第一个，我可以判读到底谁是KOL， 然后第二个，我可以判读的是，到底整个话题会不会被 KOL 带走？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底该不该罢？那好，我为什么刚刚会这样问你们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可能因为谁谁谁说要罢，那我也觉得要罢，那就罢了。然后，可是呢？这后面到底谁是跟风仔？我觉得，都有一些问题，对啊，所以我一直在讲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舆情分析的东西非常的重要。
但我们又没钱的状态，我们要怎么办？想办法用人工堆而已。而且人工其实相对 AI 来说，蝴蝶帮我弄下一张好不好？好的。好，那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事呢？就比如说，好，如果你今天是用 AI 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的高层可能很容易去看到说罢韩事件，我们因为舆论先烧起来了，我们要在3小时内赶快做个回复，让大家赶快去决定说，你到底要继续烧这件事，还是不要烧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做这件事呢？一定要做。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做的问题，而且再来就是你要花多少的钱跟人去做这件事，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对于新闻的判读其实都过于主观，到底谁对谁错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不希望让这件事情变得很过于主观的。我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件事情，等我一下哦。好，我们来顺便看一下留言区，因为我刚刚跳不出来，看看哦。就是我觉得目前的，我顺便讲一下，目前的舆情是，就是党代表们就是会帮忙一起丢舆情，可是我们会接受到很多讯息，可是我觉得确实碰到一个困难是，大家看到的媒体圈层或者是注意的面向其实会蛮接近的。然后我自己比较怪，就是我自己会有另外一个管道是有人会帮忙整理，就是每天的经济的舆情，所以其实而且我自己个人比较看重钱这件事情，所以我会一直 focus 在就是总经面向这件事情相关的新闻上面，所以像是川普的那个新闻的话，都会是我第一时间丢进去，然后是相关的评论啊，或者是相关的影响啊，或者是银行端的怎么看川普的影响的时候，都会是我帮忙丢进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关心的面向本来就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就是你很难知道大多数的人或者是我们的 TA 到底在关心什么，因为我们的 TA 说实在就是我们每次抽样的人数都很少，所以每个人在意的东西其实好像落差也有一点大，有点爱钱的小蝴蝶。对，我就很爱钱，我就是超级爱钱的，对，没错。对，然后我觉得 Kobe 刚刚讲的有一个东西是很现实，就是大多数人关心什么东西会被什么事情的情绪牵着走，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很难被观测，因为我们的同温层确实非常的厚，对，确实非常的厚，然后跟一般在外面的人关心的事情确实有落差，就像我们普遍的人都蛮在意大罢免这件事情，可是我出去其实我没有听过。其实没有听过什么外面的人在讲大罢免这件事情，至少我没有。其实我可能我太早出门，反正我最近遇到的人其实都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大家就是就是大家偶尔还是要出去跟非时代力量的人的多互动，对，然后再把他们看到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带回来，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后面还没处理好，那我还要继续下班。没有，我刚刚只是去跟FBI 讨论一下我接下来的行程而已。
好，那你继续。好，反正好简单说，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去控制它？当然，我觉得是没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养自己的 KOL。可是问题是我们从很多年前一直在讨论这件事，一直都没办法做。最早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讨论吧，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我们所有的社群都变成某种邪教团体，对。然后我们在讨论大罢免到底在社群上面跟现实上的部分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以一个政党角度来说的话，你要怎么去面对呢？其实蛮难的，但是依照我的讲法，应该是说我们要喊大罢免，一定要喊。然后我的立场就是为什么？因为好，就会回到一件事，就是所有的社群跟所有的人在看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喊要罢免的声量都会高很多。也就是说，你的方向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我已经没有得捞了，那我当然就是听捞你的声量啊，所以一定要喊大罢免。可是要不要做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我可以喊大罢免，但是我可以决定要不要动这件事，这是两回事。所以我的概念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舆论分析能够告诉你的，但是现实上会很难实行。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蝴蝶帮我麻烦给我下一张。好的。因为刚刚其实已经有讲到一些关于如果用 AI 去做判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也好，这也就是蓝白目前因为他们用了 AI 判读，所以他们对于大罢免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判读，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说他自己的应该是不会过关。可是为什么会目前看起来北部会比较在乎呢？答案就是，因为就像我讲，声量越大，其实就有点像是，蝴蝶跟我讲说 Comey is gay， 然后大雄会跟我讲说 Comey is gay， 然后还有是说 Comey is gay。那到底 Comey 是不是 gay 呢？我跟你讲，所有人都会觉得干 Comey 是 gay。这种东西就我们讲的叫做三人成虎，所以台北的部分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因为台北其实很容易出现所谓的三人成虎，徐小新招不着招，徐小新招不着招，徐小新招不着招，好，徐小新就变得真的很糟。好，这些东西是很难从数据上判读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当你的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徐小新很糟，对，就这样。那好，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的操作让
整个场子热起来，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因为人在做判读的时候都会先看招的部分，然后所以董明卡，我只能跟你说，你这个说法我不能说不大认同，但是我只能说很接近，但是并不是，对。选区五五坡跟尝试的人有机会，这个是错误的哦，非常的错哦。就像我常常讲的，就是今天徐小新下来，那接下来一定是费鸿泰吗？不一定啊，一定不一定啊。人在讨论这件事，不能够去用到底是不是五五坡去讨论，你只能说到底谁在初期的声量最大，也就是说谁拿了大声公，谁在初期就一定会赢。那你说时代力量过往的状况呢？好，我们的大声公被皇宫国昌带走了，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皇宫国昌以外是没有大声公的状态。那所以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到底有没有第二个大声公可以去做这件事呢？答案是没有的哦。那好，没有大声公的状态，我们能怎么做？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雨晴对自己有利。对，如何让自己雨晴有利呢？第一个，正确的判读风向，这是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找正确的管道当你的大声公。当然，你说这些事情到底跟雨晴分析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有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人力去堆叠这整件事，但是目前感觉好像没有人要堆这件事，就说好，那我们就算了。好，蝴蝶帮我拿完下一张。好的。人力堆叠其实有一些相对的优点，当然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的状况去分析到底是不是反讽语气，然后而且你可以做更细致的，比如说刚刚我给你们的那一份档案里面，它可以做更细致的分类，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正反面好像差不多，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如果正反面差不多，但是反方他可能有10个万人级别的粉砖的话，那好，那就是往这10个万人粉砖的部分移动，你就会得到这部分的人跟你说赞，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好哦，是我们很需要这件事，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的原因就在这。然后再来就是，用人力堆叠，你说它到底实不实际？我只能说，即使现在哈工大他们很多都是用人力堆叠一些困难处。比较简单的，他们还是用所谓的 AI 判读，对。那这东西到底会不会花很多钱呢？其实也还好，大概一年100多万、200万这样子。但我没那个钱啦，简单说就这样子啦。好，蝴蝶帮我转下一张。好的。
那当你判断完这些东西以后，你能够抓到，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抓到舆论风向，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想法控制舆论风向，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很难去做的事情。可是这也是两党最近一直在干的事情。也是他们利用了知识大罢免，然后去做所谓的舆论风向切割，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上面他们的切割其实比你们想的还要再严重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最近的所有动作是在做分众的动作。那然后分众，然后再加料进去，他们就会变成两方仇视，也就是回到两极化拉扯的部分。那好，其实我们对于两极化拉扯是非常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在两极化拉扯的时候找个地方站而已。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说，我支持罢免高虹安，但我觉得不会过的原因，就是我其实也在两极化拉扯。对啊，好，那在这样子的逻辑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样子的判读呢？其实是要，而且很重要。那在这样的下，我到底要做人工还是做 AI 呢？我只能说做人工会好很多，但人工它其实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人工最大的问题其实叫做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能有任何的主观意识加重在里面。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加重自己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高虹安看起来很讨厌，所以我讨厌他。但是他哪里讨厌呢？鼻孔很讨厌。好，你就因为鼻孔，然后所以你要罢免高虹安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做人工判读的时候，需要把自己的人性处理掉。那这件东西把人性处理掉的话，就是 AI 会比较好。所以很多时候应该用两个工具同时进行去做这件事，可能会更准确一点。那民进党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他们是用了两个工具进来。他们目前主要是用 Snow NLP 跟哈工大两个堆叠起来，然后再加上人工判读，所以他们的这方面的钱会更多。但是问题他们的相对来说会相对准确。而且他们是有意识的让一些 KOL 提早获得讯息，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管道得到特别的讯息。对，那好，这东西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有点遥远啊，但是我会觉得它很重要，而且它也很需要大家来帮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继续成为网络世界的瞎子。对，就是处于那种我觉得好像可以，然后就做的概念。所以你们可能大家要想个办法，我后面我要怎么去协助这件事，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要不然其实
你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人会变成丧尸。对，就其实现在大棒面的志工有一堆人已经变成所谓的丧尸。对，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鼓吹反共思想，就是说啊，我觉得反共很好啊，我要去支持八囧啊。这些人其实基本上都，现在我们都已经讲他已经丧尸化，他已经上去，已经放弃所谓的思考能力跟所有的可能性了。那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呢？这件事也是我觉得未来可以好好的观察的部分啦。好哦，今天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啦。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在我还能回答的时候，我都能回答你们。干蝴蝶，我还以为你是要咳嗽，然后跟我说，我跟我老公怎么样？干。我跟我老公怎么？我跟我老公很好啊，怎么了？这件事情我只能说，你太多钱